这个角色的二创 R18 占比有着恐怖的40%。如果你对40%没有概念，丽音都只有30%。然而现在这样的火热，光之美少女这个 IP 真的吸引到了什么受众吗？并没有多少。说上你们可能不信，二创的火热对于一个动画 IP 几乎没有什么正面作用。光之美少女这样的一个角色火了，至少还能带动周边的售卖，已经算得上是好上加好的事情了。我作为一个易拉罐视频作者，本来遇到热点一定会跟一个视频，但我真的去看了一些社区的讨论，看到光美原本受众的发言，我放弃了。原本的讨论社区对这个角色的现状表现出了极大的厌恶，我并不想苛责什么，毕竟大家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喜爱，我也不是害怕被原本的粉丝攻击，毕竟一个互联网热点，我只要跟风，支持我的人只会更多。但我为什么说二创的火热对于动画 IP 毫无意义呢？那只是因为这些年我看到的太多了。举个众人皆知的例子， Darling in the Franxx 的02瑶火不火，引来了不计其数的人争相模仿。02角色本身火不火，相关 cos 不计其数，但是 Darling in the Franxx 的动画呢，无人在意。我关注的一个博主，基本上是个 IP 要出新周边都会发一下。我看着5等分和古力特变着花的出，国家队查无此人，这说明这个 IP 已经没有经济价值了。但因为角色形象被吸引去看动画的观众呢，他们在骂这个动画，对这个动画的谩骂甚至不是看完了动画觉得剧情血烂了去骂的，而是因为驾驶姿势和角色的裸露。看过动画的我们都知道，这些东西仅仅只是动画的第一集，所以说国家队这动画在筛选受众这一步已经做得很好了。然而只是因为02火了，只是因为02的二创火了，吸引到一群一定会骂这个动画的观众。他们讨论动画吗？好像讨论了，但他们可能都聊不到第2集。而我跟你说我经历了很多，那不可能只有这一件事。比起游戏王，你能想到什么？王耀永远的注定一抽，时代5换1出新玉霞，还是排老的黑暗决斗，说书吃蛋吃陨石。但如果我告诉你，在你完全接触不到的圈子里，还有一群人对于创造角色的 CP 二创乐此不疲，而你之所以接触不到，那是因为这些都不是常规的1G CP， 你信吗？也由不得你不信，因为这样一个群体已经足够支撑起一个游戏王 Only 的漫展，而这个漫展禁止在群里聊打牌聊构筑。这样火热的二创是你想要的吗？这样的二创对于游戏王的卡牌售卖，对于这个 IP 有什么促进作用吗？和游戏王相同的案例还有高达圈子，情况类似就不展开说了，你也不想听我说什么夏亚和阿姆罗是苦命鸳鸯的故事吧。然而在我见过这种最变态的最能证明我说法，那必须是哈基米和曼波了。当然这俩的火热早已脱离了赛马娘本身，但是如果我跟你说这个梗来自赛马娘，你会因为这个梗去看动画吗？答案显而易见吧。现在你觉得二创对于动画 IP 真的有意义吗？少女乐队的火爆，大家对于风川小子的各种迫害，有增加很多人讨论动画吗？很多人根本不在意动画怎么样，只是沉浸在二创带来的狂欢里。但 Michael 和阿贝莫西卡的爆火和光美有类似好处，火了之后演唱会卖得好了，周边卖得好了，可游戏王会因为那些二创增加卡牌的收入吗？高达会因为那些二创卖出去更多模型吗？赛马娘会因为这种二创有新的粉丝吗？我之所以在强调二创对于动画 IP 没有意义，那是因为二创的出圈对于其他媒介的 IP 是真的有用，特别是二游，真的能拉来新的日活，甚至是新的消费。你看丽音只要站那儿就是蔚蓝档案鲜活的广告。我知道这期攻击性有点强了，那么你对于二创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？在评论区说说吧。我是凯基，我想和你聊聊动画。